张仪机场 T5 还没扩建，路就先修好了。新加坡路交局刚刚悄悄砸下7.57亿新币，看似是在做张仪东部的常规交通制度，但实际上这根本不是简单的修桥补路，而是政府在 T5 全面启用前，提前整整10年埋下的国家级财富引擎。很多人每天开车经过东海岸公园大道 ECP， 抱怨的只是眼前的施工噪音、无尽的封路和绕行，却完全忽略了这套精密系统中，政府是如何通过基建的逆向规划，直接改写了未来20年新加坡东部的资产价值流向与产业格局。这不仅仅是一项钢筋水泥的土木工程，这简直是一张精确到米的财富地图。今天我们就把这7.5亿背后的系统逻辑彻底拆开看，看懂了这次超前部署的深意，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说现在的张仪东部正在成为新加坡区域资产配置的下一个必争之地。2024年9月，路交局刚颁发了张仪南部廊道的第一份工程合约，紧接着又把总值7.57亿新币的第二份土木工程合约交给了 CES-SDC 与 KTC 合资公司。工程范围精准覆盖了全新高架桥的建设、地下隧道的开凿，以及泛岛快速公路 PIE 和东海岸公园大道 ECP 的关键交汇节点。大家平时开车经过这些路段往机场方向时，肯定已经感觉到早晚高峰的车流正在逼近道路的物理极限，而这还仅仅是现在的状况。要知道 T5 的设计吞吐量是每年5000万人次，这相当于把当前整个张仪机场的客运运力直接翻1倍，再造一个新张仪。除了庞大的国际客流，张仪东部还在同步规划占地广阔的航空货运区和张仪航空园，这意味着未来会有海量的重型物流货车、接驳巴士与日常通勤客流在这里产生高强度的交织。如果等到2030年代中期 T5 建好了，再回头来拓宽道路，整个东部的交通网络会瞬间陷入灾难性的瘫痪。新加坡的土地极为有限，我们没有广阔的腹地来缓冲这种突发性的交通压力，因此必须提前10年重金进场。这10年的建设周期，表面上看是为了修路，底层逻辑却是为了给未来的超级物流园区、航空货运中心以及周边海量配套设施留出足够的系统冗余。只有基建先行，才能确保 T5 启用的第一天，周边路网能瞬间承载翻倍的吞吐量，让新加坡稳稳接住全球供应链重新洗牌带来的巨量红利。那么，面对这种动辄10年的超长周期投入，政府又是如何精准控制财政风险的？这7.57亿新币的投入，绝不是拍脑袋的政绩工程，它背后隐藏着新加坡政府经营国家资产的核心机制，也就是极为高明的滚动式开发。放眼全球，许多国家的大型基建项目习惯于一次性宏大规划，短时间内集中砸钱。这种模式的风险极高，一旦遇到经济周期下行、原材料暴涨或者通货膨胀，往往会导致资金链断裂，留下触目惊心的烂尾工程，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资源挤兑和拆迁矛盾。但新加坡的做法截然不同，核心策略是用时间换空间。从2024年到2034年，张仪南部廊道长达10年的工期被政府精准切割成多个可控的阶段。第一份合约先解决最紧迫的局部节点，第二份合约再稳步向外围扩展。这种分阶段发包的滚动式投入，第一大好处是巧妙平摊了国库的现金流压力，避免单一年度财政赤字过高。第二大好处，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它能在不严重干扰现有东部路网日常运转的前提下，像温水煮青蛙一样，逐步推高目标区域的土地与资产价值。回顾新加坡的城市发展史，当年滨海湾的开发就是这种模式最完美的教科书。早在上世纪70、80年代，政府就开始提前填海造地，在地面上没有任何商业大厦之前，就斥巨资提前规划并铺设好了复杂的地下管网、深层排污隧道和地铁基建。通过这种极具前瞻性的长线布局，硬生生把一片填海荒地变成了今天寸土寸金的全球金融中心。再看近年来重点发展的榜鹅数码区，以及被定位为第2中央商业区的玉兰湖区，全都是严格遵循着基建先行、产业后置的底层逻辑。今天张仪东部的超前部署，本质上就是在完美复制滨海湾的财富密码。
政府现在投入的每一块新币，都在为未来张仪周边的物流园区、商业地块甚至周边住宅区注入长期的资产溢价。当10年后，道路、隧道和防洪设施全部就位，大型跨国企业准备拎包入驻时，这里的地价和商业租金早就完成了惊人的价值平移。政府随后可以通过高价土地出让和不断增加的企业税收，轻松收回早期的基建成本，形成财政上的完美闭环。这才是最高阶的国家级资产配置。不过，如果你认为这笔钱仅仅是为了服务宏观经济和大型企业，那就完全忽略了它对普通人生活方式的彻底重塑。如果你以为这7.5亿全砸给了重型卡车和航空货运，那就完全误解了新加坡的微观治理逻辑。在这份庞大的工程合约中，有一个极其微观但极为关键的数据：新增3.5公里的脚踏车道和行人通道。如果你喜欢我们这种深度的政策与基建拆解，请先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继续往下看，这看似不起眼的3.5公里背后，其实是新加坡近年来大力推进的活跃通勤网络战略。在空间极度受限的新加坡，政府深知不可能无止境地为私家车拓宽车道，唯一的出路就是微观交通优化，全面推行轻通勤逻辑。未来，张仪东部的居民和通勤者可以通过这些宽敞且安全的专用脚踏车道，实现从家门到地铁站、从地铁站到办公楼的首尾1里路无缝连接。这不仅仅是为了绿色环保，更是为了从根本上提升城市的运行效率，彻底重塑东部居民的日常出行方式。除了轻通勤网络，这项工程中还包含了关键的防洪设施和地下排水系统的全面升级。在气候变化日益加剧、暴雨频发的今天，这直接提升了整个东部区域应对极端天气的城市韧性。当交通通达性、生活便利度和城市韧性同时拉满时，张仪东部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机场附属区，而是一个超级物流枢纽与高附加值产业的聚宝盆。大家想一想，当 T5 和张仪航空园全面落成，跨国企业的亚太区域总部、高科技精密制造的供应链中心，以及全球冷链物流巨头，都会被不可抗拒的虹吸至此。这种庞大的产业聚集带来的是数以万计的高薪就业岗位和井喷式的商务需求，而这些在这个区域工作的高净值人群，最终会将他们的强劲消费力转化为对周边优质物业、大型商场和高端生活配套的迫切需求。但宾尼、巴西利，甚至整个东海岸沿线的房产升值潜力和商业租金逻辑，都会因为这个物流枢纽的强势崛起而彻底重新洗牌。这不仅是国家竞争力的宏观提升，更是普通人可以切实感受到，甚至能够提前布局的区域发展巨额红利。那么，面对这样明确的时代信号，我们普通人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基建从来不仅仅是冰冷钢筋水泥的简单堆砌，它是新加坡为未来20年预埋的国家级增长引擎。这7.57亿新币的合约，看似只是今天财经报纸角落里的一条普通新闻，实则是政府为2034年甚至更长远的未来提前铺设好的一条高速财富轨道。在这个滚动式开发的巨大国家棋局里，每一座高架桥的顺利落成，每一条地下隧道的全线贯通，都在默默重塑着新加坡的经济韧性与区域资产版图。看懂了政府这种深谋远虑的长线资产布局，你就能在这个快速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成功剥离市场噪音，提前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身位，甚至精准预判下一个10年的超级红利风口。对于张仪东部未来的爆发式发展，你最看好哪个行业或者哪个区域的潜力？是航空物流、周边房产升值，还是高科技制造业？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独到的判断。也别忘了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会带你继续看透新加坡的城市运转底层规律与硬核财富密码。我们不见不散。